一品至尊？他怎么会是一品至尊？花许再度看向楚风，脸色变得极为复杂，从难以置信到再三确认，再到不得不接受后，眼中涌现出的恐慌不安。他本来只把楚风当成了一个小角色，这就是他看不起楚风，并且敢挑衅楚风的原因。但现在他发现，他竟一不小心为自己招惹了一个他惹不起的家伙。他花许也是小辈，他非常清楚至尊境的小辈那是怎样的存在。先前还洋洋得意的他，此时脸上已是布满了擦之不尽的冷汗。兔师妹，这楚风到底是何来头？他是哪个势力的？为何我之前从未听闻过？慌乱之下，花许看向兔圆圆，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询问关于楚风的事。他觉得楚风的事情，兔圆圆是一定知晓的，否则兔圆圆之前不会对楚风那样热情。都进入卧龙武宗了，外面的事又何必那么在意？兔圆圆虽然回应了花许，可是却并没有告知花许关于楚风的事情。兔圆圆这是一种敷衍式的回答，可花许却当成了一种提醒。他觉得兔圆圆是在提醒他，楚风无论修为如何，在外面如何威风，可进入卧龙武宗，其实他们起点是一样的。而花许认真思考了一下，倒也的确如此。虽说楚风现在的修为是强，可是他花许的天赋也不弱，并且在这卧龙武宗内，他可不仅仅是有师尊给他撑腰的。在这外面，他也许得罪不起楚风，但在卧龙武宗之内，他其实根本不用惧怕楚风。于是他脸上的冷汗止住了，那抹慌乱也开始消退。尤其是站在他师尊的身后，他又重新找到了底气。道启年，怎么回事？是天赋测试台出错了吗？可谁曾想，花许的那位师尊欧阳彻长老却是一脸愤怒地看向了道启年，回欧阳长老，天赋测试是按照规矩测的。道启年说道，必然是出错了，重新测试一次。广场上那东龙院的3位长老中，另外一位也是开口了，不必了，天赋测试只是一种判定，未必就绝对准确。此子小年纪已是一品至尊，便是他天赋最好的证明。欧阳彻长老说此话的时候，也在重新打量着楚风，先前充满敌意的目光，现在竟满是欣赏。楚风小友，先前是老夫了解的不够全面，对你有所误解了，可莫要往心里去。欧阳彻长老对楚风说这话的时候，乃是面带笑意的。见此情况，花许顿时心中一紧，他就算再傻，也能看出他师尊对楚风态度的改变。但相比于花许，旁人对于欧阳彻长老态度的转变，却并没有太多的意外。楚风虽是一品至尊，可是那许成却也是一品至尊，同为一品至尊，楚风只是一击就将许成击败，这足以说明他的强大。楚风虽然天赋测试只是木牌，但他很可能是一个妖孽级的天才。这样的弟子，莫说欧阳彻，相信东龙院会有许多长老都想要收其为弟子。此事若是传开，相信会有不少东龙院的长老后悔没有在今日来到此处挑选弟子，从而错过了楚风这样优秀的弟子。欧阳彻，你刚刚还冤枉楚风，现在说些好话，就想将事情带过。3位东龙院长老中最强的那名女长老开口了，这位女长老如今已是兔圆圆的师尊。最初兔圆圆想为楚风说话的时候，她还对兔圆圆进行了阻拦，但眼下她竟主动替楚风说话，她态度的转变可以说丝毫不弱于欧阳彻。之所以会如此，自然也是因为楚风的天赋，他必然也是想收楚风为弟子的。是老夫走眼了。欧阳彻此话说完，随后大袖一挥，只听啪的一声，一道响亮的耳光便落在了花许的脸上。这一耳光下去，花许直接飞出数万米，他落地之际，莫说一道血淋淋的掌印出现在他脸上，他的半个脸颊都扭曲了。师尊，您……花许一脸错愕，孽徒，休要叫我师尊，我欧阳彻没有你这样的弟子。这花许刚刚拜入卧龙武宗，便搬弄是非，我欧阳彻正式宣布将这花许逐出师门，与我再无半点瓜葛。欧阳彻竟当众将花许驱逐出师门，花许脸色铁青，眼中充满了惊恐与错愕，但是他却没有多说什么，只能认命。尽管他家族内的确有前辈在卧龙武宗，可是那位前辈也有多年没有回到他的家族，那位前辈如今怎样，他并不清楚。在找到那位前辈之前，他还是不敢得罪欧阳彻的。不管怎么说，欧阳彻都是东龙院的长老，是武尊境的强者，而他只是一个勉强有资格进入东龙院的弟子罢了。楚风小友，刚刚的却是老夫走眼，看错了那花许，而老夫对他也是给予了一定的惩罚。楚风小友，你若是愿意，我可以收你为弟子，将你带入东龙院。欧阳彻还真不要脸，明明先前刁难楚风的是他，可是现在却要收楚风为弟子。欧阳彻，你这脸皮也太厚了吧？你真的以为你将那花许驱逐出师门，就能弥补楚风小友吗？兔圆圆的师尊冷笑一声，随后便看向楚风，楚风小友，做我弟子吧。兔圆圆的师尊对楚风说道。见状，欧阳彻也是不敢多言，兔圆圆的师尊实力在他之上，他的确不敢与兔圆圆的师尊去争，这就是为何他之前选了花许而没有挑选兔圆圆的原因。事实上，只论在场长老的实力，兔圆圆的这位师尊的确是最有资格做楚风师尊的人。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将要拜兔圆圆的师尊为师之际，楚风却施以一礼，多谢长老厚爱，不过弟子心中早就有了中意的师尊，只是那位师尊还不愿收我为弟子，但弟子会努力表现，争取让他满意。楚风说道。听楚风这样一说，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他们下意识的就觉得楚风所说的人必然是极为利奥德之人。不知楚风小友所说的是哪位长老？兔圆圆的师尊问道。那位长老还没有答应收我为徒，晚辈可否不说？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的确可以拒绝我的收徒邀请，但拒绝也要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保证，只要你说出你想拜师之人是谁，我绝不为难。兔圆圆的师尊似是知道楚风有顾虑，所以才这样说，而事实上楚风所说之人乃是段柳风，他没有直接说，的确是有所顾虑。
就是怕影响段柳峰。毕竟段柳峰只是一位外院长老，而这些东龙院长老位高权重，他们若是要难为段柳峰，那段柳峰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可是看眼下的情况，楚风若是不说出来，这位已经收兔圆圆为徒的女长老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思索一番之后，楚风倒是没有继续隐瞒，弟子想拜师之人乃是段柳峰。段长老，段柳峰。楚风此话一出，在场顿时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弟子们还好，他们只是不知道这段柳峰是谁，所以纷纷猜测着，打探着。可是在场长老们的神情可就不太对了，那么那个错愕的表情，分明是知道段柳峰的样子。可是段柳峰只是外院长老，若是北玄院有人知道，那尚能理解，但眼前这个局面，乃是在场的4院长老皆是知道段柳峰。楚风，你对段柳峰了解的可能还不够多，他当年的确天赋异禀，可现在的他早已不是当年的他，已经过去足足3000年了，他早已彻底陨落。而实际上，在整个卧龙武宗内，如他这样曾锋芒毕露却又快速陨落之人，数不胜数。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重新站起来的。你若寄托于他恢复能力，重回巅峰，那个时候让他为你撑腰，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劝你还是清醒一点，在眼下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兔圆圆的师尊对楚风说道：“多谢长老好意。”但楚风心意已决。楚风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勉强了。”兔圆圆的师尊似乎有些生气，说话间便纵身而起。楚风，咱们回头见。至于兔圆圆，则是对楚风眨了眨眼，这才纵身而起，跟着他的师尊离开了此地。楚风小友，那段柳峰如今只是外院长老，根据我卧龙武宗的规矩，就算你拜段柳峰为师，以他的身份，他也只能带你一同进入北玄院。你刚刚进入卧龙武宗不久，可能还不了解我卧龙武宗。我们卧龙武宗的4院可是有着。欧阳彻长老见兔圆圆的师尊离开，以为自己还有机会，不死心的他竟亲自走上前来，劝起了楚风。我知道北玄院乃是卧龙武宗内目前最弱的一院，但我并不介意。楚风态度坚决，还不待欧阳彻长老把话说完，便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但那些人显然不死心，开始纷纷劝解。不仅仅是东龙院留下的2位长老，西虎院以及南阙院的长老同样开始明里暗里的对楚风劝解，都想要试试运气，看能否收楚风为弟子。只是楚风的态度始终未曾动摇，眼见招揽楚风无望，那些长老也只能就此离开。楚风，你真的一心要进我北玄院？在那些长老离开后，北玄院的道启年长老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楚风拒绝了3院的邀请。现在的情况，除非楚风改变心意，否则他就只有北玄院可以选择了。道长老，楚风心意已决，不会改变。楚风说道。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弟子。道启年的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开心。虽然楚风并没有拜他为师的打算，但北玄院能够收到楚风这样的弟子，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大好事一件。因为现在的北玄院最不缺的就是弟子，但却非常缺少如楚风这般具有天赋的弟子。楚风将你招收到此处的，也是段柳峰段长老，他将你招收进入卧龙武宗，会得到宗门的赏赐。按照你的天赋测试，他会得到下品赏赐，但按照你的修为，他其实可以得到上品赏赐。不过这个上品赏赐其实对你也有用，所以你其实可以决定是自己留下，还是给予他。不过我若没有猜错，你肯定是会给段长老了。道启年对楚风问道。道长老，您懂我。楚风回道。哈哈哈，有勇气拒绝东龙院邀请的人，自然不会贪这点东西。既然如此，那你便与我回北玄院吧。回头我会派人将赏赐给段长老送过去，也会将你拜他为师的意愿告知于他，但是他是否会答应，那就还要看他自己了。其实有不少弟子听闻过段长老的事，都曾想过拜他为师，但都被他拒绝了，所以想成为他的弟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他曾在卧龙武宗叱咤风云，终归与常人不同，是有傲骨在身之人。就算他拒绝你，你也要理解。道启年此话说完，便带着众多弟子前往北玄院，但是其他弟子只是御空跟随。可是楚风却被道启年邀请，与他一同乘坐他的坐骑灵鹤。对于这样的盛情邀请，楚风也没有拒绝。道长老，我刚才听那些长老的言外之意，段长老似乎还有一些故事，不知能否将他的事告知于弟子？楚风好奇地问道。难道你还不知道段长老的事？道启年有些诧异地看着楚风。弟子的确不知。楚风如实回道。那这就奇怪了，你都不了解他，为何要拜他为师？你作为一个新人弟子，理当挑选一位可以为你撑腰的师尊才是啊。道启年突然间有些糊涂了，在他看来，他若知道段柳峰的过去，想要冒险赌一次，所以才想拜段柳峰为师，这尚且还能理解。但楚风竟然根本不知道段柳峰的过去，那他实在无法理解楚风的想法。刚刚我等如同商品一样摆放在那广场之上，任由4院长老挑选。弟子若不展露实力，根本没有人会多看弟子一眼，甚至成了那花许眼中可以随意欺凌之辈。虽在我展露实力后，众长老对我另眼相待，纷纷想要收我为弟子，但其实已经晚了。倘若是在弟子没有展露实力的时候，有长老愿意主持公道，哪怕那只是北玄院的长老，弟子也愿拜他为师。楚风说道。我明白了，你是一个有心性的弟子，所以你没那么看重实力，只是想找一个心中自有公道之人为师。但是楚风，武者世界是以武为尊，凡事是要用实力说话，你有你的抉择。但其实也不必去怪刚刚那些长老。道启年对楚风说道。弟子并没有责怪那些长老，只是他们之中没有想让弟子拜师之人。弟子也没那么伟大，并非一点也不看重实力。修武世界如此险恶，弟子自然也想有人庇护。不过缘分这个东西，有时候也是说不清的。段长老实力虽然不强，但弟子看他第一眼就觉得他很不错。楚风说道。段长老也是一个苦命人啊，
道启年长叹一声，随后便为楚风讲述起关于段柳峰的事。原来段柳峰于3000年前拜入卧龙武宗，他天赋异禀，很快就成为了卧龙武宗弟子之中的佼佼者，更是没有多久就占据了当时卧龙弟子的首位。在当时卧龙武宗的弟子之中，没有人比他更耀眼。按照他当时的表现，完全可以当成卧龙武宗宗主之位的接班人来进行培养。而实际上，卧龙武宗宗主也的确有心收他为闭门弟子。于是，卧龙武宗宗主便精心为段柳峰准备了一场考验。只是那场考验，段柳峰失败了，不仅失败了，更是导致其身负重创。若不是卧龙武宗宗主亲自出手医治，段柳峰性命都是不保。虽说后来段柳峰保住了性命，可是他的修为不仅倒退，更是难以恢复。尽管修为倒退，可段柳峰心性不改，在东龙院也是得罪了不少人，后来被驱逐出了东龙院，成为了外院之人。随着年龄大了，倒是得到了一个长老的身份。可是外院之人，无论长老还是弟子，都不过是宗门最底层罢了。想不到段长老还有这样的经历。此时，楚风终于知道为何段长老有这么多人知道，而兔圆圆的那位师尊又为何那样劝楚风了。道长老，弟子还想去探望一下段长老，不知可否？楚风对道启年问道。卧龙武宗除了不可擅自离开卧龙武宗，以及一些禁地不可踏入之外，不会限制弟子自由。我先将你们安置好，安置好之后，你若想去外院见他，随时都可以去。道启年说道。外院一座宫殿之内聚集了不少外院长老，这是每年一度的聚会。就在招收来的弟子结束天赋测试之后，因为他们知道天赋测试结束后要不了多久，关于他们的赏赐就会送过来。虽说招收来的弟子能通过天赋测试的只是一小部分，但是大部分外院长老还是会来到此处。先不说要与同为外院的长老们搞好关系，若是受到赏赐的长老心情好，也是会将他们受到的赏赐分发一些。但是段柳峰身在此处却是一个异类，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宫殿参加这样的聚会。若不是这一次他招收了楚风，并且楚风还通过了天赋测试，那么他仍然不会来到此处。不过外院长老与段柳峰的关系并不太好，他只是一个人坐在角落，没有吃东西，也没有饮酒，而是静静的等待着。他不是在等待这场宴会的结束，而是在等待北玄院长老将赏赐送来。无论有没有他的赏赐，但都会在赏赐结束之后离开。段长老，今日恭喜了！忽然，一个身影提着酒杯走了过来，乃是将花许招收进来的那位前长老。段长老，来，我敬你一杯。虽说你找的那个弟子只是下品，但终究你还是能够得到赏赐的。毕竟那小子还打算拜你为师呢，他应该会把赏赐给你吧？前长老虽然嘴上说是来敬酒的，可是他言语之中以及那副嘴脸，无疑不是不满讽刺。他分明就是来找茬的。楚风的确不错，我从未提及过拜师之事。当他得知若拜我为师，可让我进入北玄院，便主动提出拜我为师。可以说此子相当注重恩情，相比于那些出尔反尔的弟子，如楚风这样的弟子实在太少了。段长老说道。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讽刺我？不管怎么说，我都能够得到中品赏赐，而进入北玄院，我凭借自己的实力就可以，而你只能得到下品赏赐。不对，也许你连下品赏赐都拿不到，那楚风未必就真的将那赏赐给你，也许他会自己留下。前长老凝声问道。对，前长老所言在理，那些新人弟子的话根本就不能信。有多少弟子测试过天赋之后，明明说了把赏赐给予长老，可是事后却根本没有给予，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那前长老的人缘似乎不错，也可能是段柳峰的人缘太差，竟有不少人帮着前长老说话。此言不虚，赏赐还没有来，谁能得到，谁无法得到，还是未知数。所以我也奉劝诸位，莫要高兴得太早。段长老也不生气，反而反驳起来。段柳峰，你狂个什么劲？你还以为你是3000年前的天才啊？你现在与我们一样，只是一个外院长老罢了。现在的卧龙武宗根本没几个人认识你，等了3000年，也只是挑选出了一个下品的弟子罢了。你有什么骄傲的资本？你也就只能在我们面前装作清高。你有本事去北玄院装个清高试试。前长老见侧面讽刺无法伤到段长老，直接开始了人身攻击。别说北玄院，我段某人当初在东龙院也是这样的性格。段柳峰说道。别吵了，别吵了，北玄院的长老来了。可就在此时，宫殿之内忽然有人高喝一声。见状，这宫殿内的所有长老都是赶忙起身到殿外去迎接，因为北玄院的长老是带着赏赐来的。北玄院长老到了之后，便直接宣读可以得到赏赐的长老名字，而按照以往的规矩，往往重头戏会留在后面，所以先发放的都是下品的赏赐，然后是下品、中品，最后才会是上品。当然，往年很少出现上品赏赐，但是今年也许会有一个。之所以说也许会有，乃是因为弟子可以选择将这个赏赐给予将其招收来的长老，也可以选择自己留下。所以当这个赏赐颁发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个赏赐到底能不能颁发下来。所以那个将兔圆圆招收来的于长老，此时也是非常的紧张。但这一次赏赐还没有发放完毕，在场的不少长老便笑得合不拢嘴，因为下品赏赐已经颁发完毕，但是却并没有段柳峰的。所有人都觉得是楚风把那赏赐自己留下了。一时之间，不仅讽刺的目光纷纷落在了段柳峰的身上，各种难听的暗中传音也是纷纷映入段柳峰的耳帘。段柳峰并生气，但是脸上却也有着一些失望的情绪。他失望并不是因为没有得到赏赐而失望，段柳峰的性格他根本就不在乎这种赏赐，如若在乎，他不可能足足3000年都没有踏入卧龙通天阵去挑选弟子。他失望是因为他之前是真的觉得楚风有些特别，与其他弟子不同，但是现在来看，楚风好像真的是如前长老等人所言，是一个未必可信之人。很快，下品赏赐、中品赏赐也都发放完毕。北玄院长老拿出了2个紫色的箱子，
看到那紫色的箱子，所有人都是面露羡慕与嫉妒，而那位于长老更是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他们知道那乃是上品赏赐，既然上品赏赐都拿出来了，就肯定是于长老的了。毕竟兔圆圆是他招收来的，至于为何是2个，人们虽并不知晓，但却也有了猜测，觉得可能是兔圆圆表现太好，东龙院长老额外赏赐的。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所有外院长老大跌眼镜。只见北玄院长老拿着2个上品赏赐，径直地走到了段柳峰的身前。段长老，恭喜了！北玄院长老不仅对段柳峰开口，这说话的态度竟也是异常的好。这位长老，我何喜之有？段柳峰自己也是有些惊讶。兔圆圆将他的赏赐留给了你。北玄院长老说道。什么？听闻此话，众人更是大惊，尤其是于长老，就像是受到了打击一样，竟扑通一声瘫倒在地。所有人都是一脸的不解，那兔圆圆怎么会好端端的将他的赏赐给予段柳峰呢？他们之间似乎并无联系才对啊，为何是2份？段柳峰并没有将赏赐接过，而是好奇地问道：这其中1份是兔圆圆的，而另外1份是你招收来的弟子楚风的。北玄院长老解释道。楚风长老大人是不是搞错了？那楚风只是下品的天赋，怎么会给予上品赏赐呢？前长老率先问出了自己的不解。楚风测试的结果的确是下品，但楚风的修为却是1品至尊。北玄院长老说道。1品至尊，听闻此话，众人的脸色那叫一个精彩。身为外院长老，每年都在与招收弟子进行打交道，若是小辈弟子修为达到1品至尊，是可以越过天赋测试，直接封为上品天赋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楚风竟然会有着那么高的修为。而他们最不可思议的是，楚风那么高的修为，竟然愿意拜段柳峰为师。毕竟以楚风的修为，是完全可以拜入东龙院的，甚至在东龙院也是有着大批长老会抢着要。此时其他人更多的是震惊，可是钱长老的脸上却涌现出了擦不完的冷汗，因为他与其他人不一样，他与楚风可是有过节的。之前若非段柳峰阻拦，他可是要出手教训楚风的。可他只是一个区外院长老，而楚风小年纪却已有1品至尊的修为，那未来的前程必然是不可限量。于是钱长老与那于长老一样，也是扑通一声瘫倒在了地上，甚至他的情况比于长老还要惨。可于长老瘫倒，还有许多人去扶，但是钱长老瘫倒却没有人敢去扶，毕竟他们都知道钱长老得罪了楚风，他们可不想被其牵连。段长老，你要救我，你要救我呀！您大人有大量，不要与我这种小人一般计较，求求你了，求您帮我说说情。我这个人的确嘴臭，但实际上并无恶意的。忽然，钱长老爬向了段柳峰，不仅抱住了段柳峰的腿，更是当着北玄院长老的面哭诉起来。什么颜面，什么体面，他现在都顾不上了，他只想活命，而能救他的只有段柳峰了。可能怕是段柳峰不帮他，这钱长老更是跪在其面前，开始自掌耳光，一边自掌耳光，还一边自我咒骂。行了，钱长老，若是日后有机会见到楚风，我会与他说起此事，但是他如何抉择，还要看他自己。段柳峰对其说道。段长老，你若要劝的话，相信楚风一定会听的，因为那楚风已经拒绝了东龙院3位长老以及西虎院还有南阙院的邀请，他现在已经拜入北玄院门下。北玄院长老说道。他拜入了北玄院。听闻此话，外院长老再度脸色变化。若是没有长老要那楚风他拜入北玄院，人们还能理解，可他为了拜入北玄院，竟拒绝东龙院的邀请，人们就实在无法理解了。楚风为何要拒绝东龙院？段长老询问起来，因为就连他也是不太理解，因为那楚风执意要拜你为师啊。段长老，其收拾一下吧，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外院长老，而是北玄院长老了。北玄院长老说道。可是我段某人并没有答应收楚风为弟子。段柳峰说道。我知道，这是道启年长老的意思。道长老说了，无论你是否愿意收楚风为弟子，你现在都是北玄院的长老。北玄院长老说道。那便多谢道长老好意了。段柳峰虽拒绝了楚风的拜师，可却答应进入北玄院。于长老不必难过，这个本该属于你，我段某人不会要的。段柳峰将其中1份上品赏赐递给了于长老。多谢段长老，多谢段长老。见状，于长老感激不已。只是他的这番感激的话语，段柳峰并没有听到，因为将上品赏赐递给于长老后，段柳峰便御空而起，向他的住处赶了回去。只是令段柳峰意外的是，在他的住所外已有人等候，而此人正是楚风。楚风，你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啊！段柳峰再度看到楚风，脸上也是不由得扬起了喜悦的笑容。段柳峰很少笑，更是很少露出这样灿烂的笑容，因为此时他发现楚风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段长老，您该不会又拒绝了我拜师的请求吧？楚风问道。也不算是拒绝吧，我只是想搞清楚，你为何非要拜我为师？毕竟你若不想拜师，其实是可以不拜师的，没必要非选我。段柳峰对楚风说道。晚辈已经知道段长老之前的事了。楚风说道。你是觉得我可能会恢复修为？但不对啊，在此之前你明明就已经提出了要拜我为师这件事。段柳峰说道。晚辈想拜你为师，的确不是因为这个。晚辈虽然不止一位师尊，但其实晚辈拜师并非草率之人，可不知为何刚刚看到前辈您就忽然冲动了。可能是看那些人刁难您，替您抱不平，也可能是觉得亏欠于您，想要补偿，可能这就是缘分吧。楚风说道。亏欠于我？你对我有何亏欠？段柳峰问道。若不是你将弟子带入卧龙武宗，那些人也不会对您冷嘲热讽，这自然是弟子对您的亏欠。楚风并未说实话，毕竟那位神秘存在不让他说，但楚风想拜段柳峰为师，的确有亏欠这个原因。毕竟实际上段柳峰自己是没有招收弟子的打算的。楚风，你想清楚，
正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你的天赋，完全可以找一个有实力和身份的长老为你撑腰，而我什么都给不了你。段柳峰说道。因为性格原因，其实弟子是一个爱惹事祸端的人。其实仔细想想，做我的师尊并不是一件好事。刚刚想拜长老为师，是想替段长老争口气，段长老不愿意也是无妨的。楚风说道。若是这样，那我倒是非要收你为弟子不可了。段柳峰笑着说道。段长老，你愿意做我师尊了？对于段长老突然间的决定，楚风也是有些猝不及防。你拜我为师，若只是因为感恩，那我绝对不会答应。我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耽误了你。但若是你爱招惹是非，做你师尊会遭受牵连，那我反而偏要做你师尊了。从今以后，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楚风的师尊就是我段柳峰。若是你惹了事，让他们来找我段柳峰算账。段柳峰拍着胸脯说道，那个架势就像是要为楚风撑腰一样。可是他明明没有为楚风撑腰的能力，可他明知道没有为楚风撑腰的能力时，还愿意为楚风撑腰，却偏偏更让楚风动容。本来楚风想拜段柳峰为师，只是因为愧疚他，想帮他回到北玄院，但现在楚风对段柳峰则是更加欣赏了，那弟子便拜见师尊了。楚风说话间便要施以拜师之礼，拜师之礼就不必了。楚风，以后若有其他人想收你为徒，而你却不想拜其为师，那你大可以对他说，你已经有师尊了，而我段柳峰就是你的师尊。但若是遇到你想拜师之人，那你就去拜，根本不用考虑我的想法。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对我施以拜师大礼，因为与其做师徒，我更想与你做兄弟。段柳峰对楚风说道。段长老，你……楚风目光复杂的看着段柳峰，你若要惹祸，就放心的去惹，我段柳峰不怕被牵连。段柳峰笑着说道。可实际上你依旧不想收我为徒。楚风说道。我段柳峰自认为没有做他人师尊的能力，至于楚风你倒是让我很是欣赏，但若做你师尊，我自认不配。所以以后对外你可以说我是你师尊，但私下里我们不如以兄弟相称，你看如何？段柳峰对楚风说道。此一时楚风已经明白了段柳峰的意思。段柳峰突然答应要做楚风师尊，其实只是想做一个假师尊，他是想帮楚风做个挡箭牌，避免其他想收楚风为弟子的人一直去缠着楚风，但楚风却并不需要段柳峰做他的挡箭牌，那不是楚风的行事风格。楚风要拜段柳峰为师，是想帮段柳峰进入北玄院，是想补偿他，但是既然段柳峰不在意这个东西，这样的补偿也就没了意义。楚风也不必执着于此事，既然如此，那就不做师徒，只做兄弟。楚风说道。看来你不需要我帮你啊，不过也是，其实我根本帮不到你什么。那好，那我们就做兄弟。那我现在是不是要称你为楚弟了？段柳峰倒也是爽快之人，那我是不是要称你为段兄？楚风问道。哈哈，那是当然，我比你大了足足3000岁，当然是你兄长。段柳峰笑着说道。段兄，既然你我已是兄弟，那我就有话直说。我从道启年长老那里听闻，你是有伤在身，所以导致修为倒退，而我倒是懂得一些结界之术，可否让我帮你诊断一下？楚风对段柳峰说道。其实他也知道，想要帮助段柳峰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他还是想要试一试，就算不能帮到段柳峰，可是至少他试过，也算是尽了一份力。想不到楚弟竟然还精通结界之术。好，既然如此，那便帮为兄诊断一下吧。来，楚弟，屋里请。段柳峰将楚风请入他的住所之内，随后楚风便为段柳峰诊治伤势。楚弟，你竟是龙纹圣袍。当楚风施展结界之术那一刻，段柳峰面露喜色，毕竟楚风的修为已在至尊境，若是结界之术也能够踏入龙纹圣袍，那足以证明楚风是修武与结界天赋兼备的全才。他本就看好楚风，见楚风竟具有如此天赋，自然高兴。而楚风只是淡淡一笑，随后便开始全力将精神力以及结界之力涌入段柳峰的体内。一番观察之后，发现段柳峰全身并无异样，唯一有异样的便是丹田。于是楚风开始观察丹田，而这一看不要紧，楚风发现段柳峰的丹田内竟有凶物，那是一团紫色的气焰，极为磅礴且强大无比，散发着极其可怕的气息。此物乃是非常危险之物，正是这个凶物封锁住了段柳峰的力量，甚至是统治了整个丹田，导致段柳峰的修为被封。若是能够将这凶物铲除，段柳峰的修为倒是可以恢复，日后也能够像正常修武者一样修炼。只是这个凶物太强，楚风现在的结界之术还远远不行。楚风也不知道要何种境界的界灵师才能帮助段柳峰，但是楚风却知道他距离那一境界还非常的遥远。段兄，当年的考验到底是怎样的考验？为何在你丹田之内会有如此凶物？楚风问道。楚弟，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我愿意和你以兄弟相称，乃是觉得你人品不错，虽然才相识不到1日，但对于你的人品我是相信的。但是这件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所以楚弟可莫要怪为兄。段柳峰说道。不说也无碍。段兄，其实你这个情况是可以医治的，只是目前的我还远远不行。若是日后我结界之术增进到了我觉得能够帮你医治的地步，我一定会帮你驱逐出此凶物，让你做回一个真正的修武者。楚风以保证的口吻说道。好，不愧是我的好弟弟，你为兄就等着楚弟帮我医治那一天。咱们现在先回北玄院吧。段柳峰说话间便开始收拾东西。段兄，我们既然已以兄弟相称，那我便不想对外撒谎，说你是我师尊了。楚风说这话的时候面带惭愧之色。哈哈，楚弟，道启年长老说了，就算我不收你为弟子，也可进入北玄院。为兄，我现在已是北玄院长老了，无论你是不是我弟子，我都可以进入北玄院。段柳峰解释道。是真的。楚风也是有些意外，他刚刚在北玄院安顿好，便来到了段柳峰的住处。刚刚给外院长老颁发赏赐，楚风并不在场，
所以他并不知道段柳峰已经成为北玄院长老一事。千真万确，我刚刚领取赏赐的时候，北玄院长老亲自说的。段柳峰说话间还拿出了一块令牌，那正是北玄院长老的令牌，那可太好了。得知此事，楚风不仅高兴，对于道启年的印象也是好了一些。随后楚风便和段柳峰一同回到了北玄院，不过因为长老和弟子的住所是分开的，楚风跟着段柳峰一同安顿好之后，楚风才回到自己的住所。只是楚风的住所此时却是人山人海，被围得水泄不通，天上地下到处都是北玄院弟子的身影，就连一些长老都是来凑热闹。而还在远处之时，楚风就已知道为何这么多人来围观自己的府邸了，因为有一位东龙院的弟子正站在楚风府邸的院内，此人便是兔圆圆。现在的兔圆圆已是换上了东龙院的弟子服饰，再加上他本身就外貌出众，并且没有隐藏修为的习惯，所以此时成为了众人围观的焦点。楚风，你总算回来了。兔圆圆倒是眼尖，楚风还未靠近，他便看到了楚风，他直接御空而起，向楚风飞了过来。他就是那个楚风啊，听说他是一品至尊，并且拒绝了东龙院的邀请啊，这家伙日后必然是个人物啊，难怪刚刚拜入卧龙武宗就博得了东龙院小师妹的青睐，真是令人羡慕啊。看到楚风，四周的人海不仅议论纷纷，许多人更是投来了敬佩和羡慕的目光，尤其是那些女弟子，在他们打量楚风的时候，那一双双美眸之中可不仅仅是敬佩那么简单，甚至还有一些个别的女弟子在打量楚风的时候，不知道脑袋里在想什么，竟莫名其妙的就脸红了起来。这里消息传的倒是够快的，听闻周围的议论，楚风也是有些意外，他明明刚刚拜入北玄院，这么快他的事情就传开了。不过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楚风进入卧龙武宗最初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解救紫菱。可是想要解救紫菱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毕竟将紫菱关押起来的可是卧龙武宗主人，卧龙武宗宗主，所以楚风深知，若想解救紫菱，他就必须先要在这卧龙武宗之内名扬，甚至他要成为卧龙武宗最强的弟子，否则是无法得到卧龙武宗宗主认可的。若是得不到卧龙武宗宗主的认可，他也休想将紫菱解救出来。你来找我是有事吗？楚风对兔圆圆问道。虽然这个丫头很美，并且这个丫头对自己很热情，但楚风对兔圆圆的只能说是不反感，倒是没有太多好感。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楚风知道兔圆圆必然是知道楚风在圣光天河内的所作所为的，在旁人眼里，楚风最多是一个天赋不错的弟子，但终归也只是新人而已。但兔圆圆却知道楚风具有怎样的潜力和实力，所以楚风总觉得这个丫头接近自己的目的没有那么纯粹。这从他得知花许等人在进入卧龙武宗之前都在闭关，并不认识楚风时的反应就能看得出来。他本可以当众告知那些人关于楚风的事情，可是他并没有，反而是守口如瓶。这样的手段难免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在使用小心机，他不想太多人知道楚风的厉害，这样一来更有利于他与楚风拉近关系。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你可真是冷漠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同时拜入卧龙武宗的，我也算是你的小师妹吧。兔圆圆笑眯眯地说道。那兔师妹找我有何事？楚风再度问道。见楚风态度依旧冷漠，兔圆圆则是撇了撇嘴，随后竟将嘴巴凑到楚风耳边，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说道：你该不会是因为我没有将你乃是圣光天河内最强小辈这件事说出来不开心了吧？你果然知道我的事。楚风说道。我当然知道你的事，其实我不说出来是怕你不想让他们知道，你若是想让我说，那我现在就告诉他们你楚风到底有多厉害。兔圆圆说道。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这本是你的事，其实与我无关。楚风说道。那若要我自己做选择的话，那我肯定是不说了。兔圆圆说道。肯定不说，这是为何？见兔圆圆这样说，楚风反而是有些好奇了。这种事我说出去他们也未必会信，但实际上他们那些不信的倒是无所谓，可若是有人信了，尤其是那些师姐们信了，那我不是要多出不少情敌。兔圆圆笑嘻嘻地说道。可是他此话一出，楚风对他的印象倒是好转了一些。楚风并不反感聪明人，但却更喜欢直接的人。兔圆圆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反而博得了楚风的一些好感。兔师妹，你到底是有何事？若是没事，我要休息了。若是有事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在花许找我麻烦的时候，你曾帮我说过话，这我是记着的。我楚风向来不会欠人什么，你若真的需要我帮忙，只要我能帮的，我楚风不会坐视不理。楚风对兔圆圆说道。这可是你说的，那你可欠我一份恩情哦，只是要你怎么还，我还没想好。好了，不打扰你休息了，我走了。你这个冷漠的楚师兄。兔圆圆说话间将一个小卷轴塞给了楚风，随后便转身离去。冷漠的楚师兄，你若有时间记得来找我玩哦。东龙院的其他人欢不欢迎你我不知道，但我一定欢迎你。兔圆圆对楚风摆了摆手，这才飞向远处。楚风打开卷轴，乃是一个张地图，那是兔圆圆在东龙院的住所。楚风出于尊重，倒是将这卷轴收了起来。楚风本想进入府邸之中，可谁曾想还未落入自己的府邸之内，便有大量的弟子围了过来。这些人都是想与楚风结交，干什么？在拍马屁吗？一个新人就让你们这般，真是丢人现眼，全都滚开！可谁曾想，忽然一声怒喝响起，顺声观望，原本将楚风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立刻四散而去。那来者乃是北玄院的3位男弟子，可是他们的修为比在场的其他弟子相比，却显得非常之强。这3位全部都是至尊境，其中为首的那位秃头，修为更是在2品至尊，其他2位也是1品至尊。而刚刚说话的正是那2品至尊的秃头。你就是楚风？这3名弟子来到楚风近前后，便用那高高在上的目光打量起楚风。是我有事。楚风的态度也并不友好。楚风不是狂傲之辈，但他待人如何，取决于对方是如何待他。
若是对方客气，哪怕对方修为很弱，楚风也会客客气气；可若对方不客气，哪怕他的修为在自己之上，楚风也未必会给他好脸色。这3个人从一开始就居高临下，面带不屑。对于这种人，楚风自然不会给予好的脸色。而很显然，这3位没有想到楚风这样的新人的弟子胆敢如此对他们，于是3位的脸色也是变得更加不善了。小子，你好像很嚣张啊！为首的秃头男子问道。有事说事，没事便不奉陪了。楚风不耐烦地说道。他妈的，胆敢和老子如此说话！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可是张狂，在老子面前狂，你信不信老子抽你？秃头男子说话间便抬起了手，那个架势，若是楚风胆敢不服，他就真的一个耳光对楚风抽了过来。见此架势，周围的人群赶忙四散开来，许多人看向楚风的目光更是充满同情，那种眼神分明就是觉得楚风是惹到老人惹不起的人。可是谁曾想，楚风不仅没有低头，连半句认怂的话都没有说，反而是目光变得冰冷起来。我劝你一句，最好不要对我动手，否则如何？那秃头问道。你想知道会如何？那你可以试试。楚风说道。妈的，你以为老子不敢打你？老子可是张狂！那男子说话间便要出手，可是忽然间他却迟疑了，因为他注意到了楚风的眼神，那眼神冷冽无比。他与楚风对视的那一刻，就像是自己的灵魂坠入了地狱之中，尽管难以置信，可是他知道他害怕了，一种内心生出产生的恐惧，此时弥漫于他整个灵魂。张师兄，别啊！宋师兄是叫我们把他带过去，并没有让我们收拾他。而就在这秃头骑虎难下之际，他身后那2名一品至尊境的弟子则是赶忙劝阻起来。臭小子，看在宋师兄的面子上，老子先放你一马，现在你跟我们走一趟。为首的那名秃头男弟子虽然放下了抬起的手臂，但却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说出了这句话。宋师兄是谁？是长老还是弟子？楚风问道。怎么不是长老你就不见了吗？为首的秃头弟子面露不爽之色。若是长老见我楚风会去，但若是弟子想见我，可以来这里找我。楚风说话间便向自己的府邸走去。给老子站住！楚风，我告诉你，要见你的可不是寻常的弟子，而是我们北玄院的最强弟子宋师兄。你刚刚拜入宗门，可能还不知道宋师兄的为人，我劝你乖乖过去，如若不然，后果自负。见状，秃头身旁的2位弟子也是开口了。楚风多次拜入宗门，对于这种情况太了解了，无非就是这北玄院的最强弟子知道有厉害的新人进入，所以想对楚风来个下马威。在楚风看来，师兄就应该关照师弟，而不是刁难。对于这个所谓的宋师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楚风心中已是有了一个判定，此人注定要与自己发生不愉快。既然如此，楚风自然也没必要给他面子。可谁曾想，楚风刚要拒绝，雨莎的声音却在楚风耳边响起。楚风，你还是去见见吧，反正只是去一趟，如果他们真的找你麻烦，那至少错不在你。这可是蛋蛋姑娘的意思，她让我劝你的。雨莎不仅劝了楚风，还抬出了蛋蛋。而雨莎的这个办法真的有用，若是雨莎来劝，也许楚风不会听。可是想到蛋蛋，楚风的心中却忽然妥协了。带路吧，楚风说道。切，还以为你多有骨气，原来也不过如此。这也正常，毕竟宋师兄的名号，他不可能不知道。刚刚的狂妄不过是装出来的罢了。见楚风妥协，那3名男弟子不仅洋洋得意，竟然出言羞辱，这可就让楚风的目光再度转冷。你们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啊！于是，一道含有辱骂之意的声音自他们身后传来。他们回头观望，楚风站在原地，不仅没有跟着他们走过来，还一脸不善地看着他们3个，并且刚才那句话也分明是出自楚风之口。刚刚那句话是你说的？那名秃头男子问道。又何必明知故问？楚风说道。他妈的，你真以为老子不敢打你？老子可是张狂！被楚风再三轻视，这张狂也是忍无可忍，抬手便向楚风扇了过来。然而，只见一道雷电掠过，一道身影便如流星一般自高空笔直地飞落而下。定目一看，所有人都是一惊，因为那落在地上的乃是秃头男子。秃头男子落地之后砸出了一道深坑，虽然并没有负重伤，可脸上却是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手印。显然他没有打到楚风，反而是被楚风打了一个耳光。可是他可是2品至尊啊，楚风不是1品至尊吗？再看向楚风，人们才恍然大悟。只见楚风额头之上雷纹涌现，而身上散发的修为并非1品至尊，而是2品至尊，神字雷纹。他修炼了神罚玄功，好厉害！难怪他明知道张狂的修为，却也不把张狂放在眼里。这个新人好可怕！之前听闻他只是一击就击败了东龙院的许成，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众弟子看着楚风，眼中纷纷流露出恐惧之色。就连张狂这种角色，他都能够一击击败，无论是实力还是胆魄，这都让他们意识到楚风是一个狠角色。楚风，你给我等着！宋师兄会若亲自来找你，那个时候你可别哭出来。另外2名弟子也是目露恐惧，可还是放出了狠话。只是狠话说出之后，便拖着那张狂离开了此地。至于楚风，则是冷笑一声，便走入了自己的府邸之中。只是没过多久，楚风便察觉到外面变得更加吵闹起来。楚风能够看到有着上百道身影自远处飞掠而来，随后直接落入了自己的院子当中。而这上百人每一个的气息都在至尊境。楚风，滚出来！落地之后，那些人之中便大声辱骂起来。惨了，居然连宋师兄都亲自来了！长老若不出手，那这楚风死定了。围观之人早就知道有好戏看，不仅没有散去，反而围观之人比先前更多。看着院内的上百道身影，尤其是为首的那名男子后，有人同情楚风，但也有人幸灾乐祸。事到如今，他们已经知道楚风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可是哪怕如此，他们却也依旧觉得楚风今日是要倒血霉，不因别的，只因他们北玄院的最强弟子
已是来到了此地。忽然店门开启，一道身影走了出来，此人正是楚风。他已经做好了面对北玄院最强弟子的准备。宋师兄，就是他打了我，他不仅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也不把你放在眼里。他见楚风出现，那秃头男子则跑到那为首的宋师兄身旁，一脸委屈，开始添油加醋。可谁曾想，他话还没有说完，那宋师兄便手臂一挥，一道响亮的耳光直接落在了那秃头男子的脸上。这个耳光比楚风打得还狠，直接将那秃头男子打得满脸是血，近乎毁容。这样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莫说旁人，就连楚风也是有些意外。难道是楚风误会了？这位北玄院的最强弟子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恶人。可谁曾想，就在此时，那宋师兄进一个箭步走到楚风身前，随后他做出的举动更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竟将楚风抱在了怀中。楚风，想不到竟然是你，居然在这里也能见到你，我以为这是同名之人呢。那宋师兄不仅抱住了楚风，还十分激动。你是？楚风仔细观察眼前之人，可却根本认不出来他是谁，因为这位宋师兄似是受过酷刑，乃是一个面容尽毁之人。楚风，你不认得我了？我是宋喜啊。这位宋师兄说道。宋喜？楚风当然记得宋喜，宋喜乃是当初楚风从百炼凡剑刚刚踏入大千上界时所结识之人。刚刚相识时，宋喜修为与天赋都很一般，只因他长得很像江无伤，再加上人也不错，让楚风很有亲切感。后来二人成了朋友，成为朋友之后，楚风也是知道，原来宋喜也是有着特殊的身世。后来因缘际会之下，宋喜接受了万毒魔宗的传承，只是那传承很危险，接受传承会有2个结果，一个是得到传承后安然无恙，提升实力，另一个便走火入魔，化作杀人的怪物。后来楚风惨回到宋喜接受传承的地方，但却发现宋喜不见了。在那之后，楚风在大千上界势力越来越大，可却始终未能找到宋喜。不曾想今日会在卧龙武宗见到宋喜，并且宋喜还成了这北玄院最强的弟子，他的身上所散发的气息乃是4品至尊，这个修为莫说放在大千上界，就算放在祖武星域，那也是非常强横的1号人物了。尽管知道宋喜接受传承会有变化，但楚风也绝对没有想到宋喜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修为竟然提升到了这种地步。毕竟当初的宋喜在大千上界都是小人物中的小人物，大千上界那些天才都是宋喜要仰望的存在，可是现在的宋喜却已是大千上界那些天才所要仰望的了。只是楚风还是有些疑惑，先不说眼前这个人面容尽毁，他的声音与宋喜也不像，并且他的身上也根本没有宋喜的气息，但奇怪的是，他说他是宋喜那一刻，楚风偏偏觉得他就是宋喜。你真的是宋喜？可是楚风还是有些难以置信。是我呀，楚风，你认不得我了吧？这也不怪你，我经历了一些事，容貌和气息都有了变化，连声音都变了，但我真的是宋喜，我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宋喜随后便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讲述了他与楚风之前相处的一些细节，这让楚风对他的身份想是不信也是不行了，因为那些事情只有他和宋喜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可确定宋喜的身份后，楚风却非常的心疼。宋喜这个模样必然是经历了极为糟糕的事，这件事随后再与你说。来，我先与你介绍一下我的兄弟们。宋喜开始为楚风介绍那些站在他身后的人，这些人可谓是当今北玄院最出众的一批弟子。不过旁人楚风倒是没有太在意。当宋喜介绍一名女弟子的时候，楚风发现了不简单，这名女子弟子身材极好，不过长相却并非楚风喜欢的类型，乃是那种非常妩媚的类型。但楚风却不得不承认，虽然他不喜欢这个类型的女子，可是这种类型的女子是会让大部分男子为之着迷的。她明明如此的吸引人，可是眼下却并少有人敢多看这名女子。不是不想，应该是不敢。除了楚风之外，就只有一个人敢随意的打量那名女子，那便是宋喜。无论宋喜看那女弟子的眼神，还是那女弟子看宋喜的眼神，都非同一般。楚风觉得这名女子和宋喜的关系必然很不简单。楚风，给你介绍一个重要的人，她叫王子嫣，可是咱们北玄院的第一美女，怎么样？她可比星陨圣地的夏雨儿漂亮多了吧？介绍这女子的时候，宋喜不仅将那女弟子揽在了怀中，更是洋洋得意，那个样子就像是显摆她的物品一样。那个名为王子嫣的女子不仅没有反抗，反而是很是自然的倒在了宋喜的怀中，这也就验证了楚风的猜测，他们果然是伴侣关系。这位应该不仅仅是北玄院第一美女，应该还是弟妹吧？楚风看着那女弟子说道。怎么会是弟妹呢？我明明比你大，你应该叫嫂子。宋喜纠正道。楚风，拜会嫂子。楚风对那王子嫣施以一礼。好了，你们先回去，我要与楚风兄弟好好聊一聊。一番介绍之后，宋喜便抱着楚风走入了楚风的府邸之中。楚风，我真是没想到你的修为竟然增进的这么快，你居然已是1品至尊了。以你这个修为，莫说大千上界，应该是在整个祖武星域称王称霸了吧？虽然当时就知道你不简单，但老实讲，我当时只是觉得你会在大千上界名扬四海，却不曾想你能成长到这种地步。宋喜看着楚风笑嘻嘻地说道。你的成长速度也很快呀。楚风说道。我能有今日，可是受了不少苦，不过也算是老天心疼我吧。宋喜叹道。宋喜，你后来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在大千上界都打探不到你的消息？楚风问道。当然打探不到我，因为我刚刚得到那位前辈的传承就被人抓走了。宋喜说道。随后经过宋喜的一番讲述，楚风终于知道
宋喜到底经历了什么？宋喜虽然得到了传承，可是心中却也有了心魔。他一直尽力压制自己的心魔，因为若是压制不住，那心魔他便会变成一个滥杀无辜的恶魔。可正因为无法压制心魔，导致宋喜的力量显露而出。也正是这种情况下，宋喜被一个特殊的组织发现，并且被抓到了那个组织。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一个远古境的。远古境的内有着一座拦路的湖泊，湖泊无法御空而行，只能游过去。但是那湖泊内汇集着远古时期的毒液，为了试探那湖泊是否安全，便让宋喜以身犯险。在宋喜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将宋喜丢入了那虎皮之中。可是那毒液太过凶猛，宋喜刚刚进入里面，便遭受了蚀骨之痛，不仅容貌尽毁，更是很快淹没其中。那组织的人以为宋喜死了，便直接离开了。可不曾想，宋喜竟因祸得福，在其中获得了更强的力量。而那组织的人以为宋喜死了，宋喜倒也是可以就此脱离那个组织的掌控。之后，宋喜便想回到大千上界，可是刚刚回到大千上界，便被卧龙武宗的长老发现，将宋喜带到了卧龙武宗。所以你气息和面容都是那些毒液弄的。楚风问道。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吧，若不是被丢入那里，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宋喜说道。就算如此，可那些人的用心也是十分歹毒。那到底是什么组织？楚风问道。怎么，你想为我报仇吗？宋喜笑眯眯地问道。你我是兄弟，你的事就算我的事。虽然你因祸得福，可他们加害的举动却也是真的。这个仇当然要报。楚风说道。算了，楚风，不是我信不过你，而是这个仇咱们报不了。那个组织乃是为九魂圣族做事的。宋喜说道。楚风，九魂圣族你应该知道吧？那可是九魂天河的统治者，而九魂天河是远强于我圣光天河的，所以九魂圣族的实力也是远强于我圣光天河的统治者圣光一族。似是怕楚风不了解，宋喜又补充道。我知道九魂圣族，所以我想问，你说的那个神秘组织只是属于九魂圣族麾下，还是他们所作所为都是受九魂圣族指使？楚风想搞清楚这一点，因为如果是那个神秘组织自己做尽了恶事，九魂圣族不知道的话，那么与九魂圣族其实关系不大，这件事情反而好处理。可倘若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九魂圣族的指使，那意义可就完全不同了。若真要处理起来，将会难上许多。是兄弟，那当然是九魂圣族的意思。那个组织没有名字，但它的存在就是帮九魂圣族做件不得光的事情的。所以兄弟啊，我根本没有想过报仇这件事，你也不要去想了，因为这个仇是根本报不了的。宋喜笑了笑，对于此事他似乎已经无所谓了。宋喜虽然无所谓了，可是看着宋喜此时的模样，楚风心中却仍是十分的心疼。他已经观察过了，宋喜的外貌毁得很彻底，比之前他容貌的毁坏还要严重的多。莫说是楚风无法帮他恢复，就算是怨神婆婆那种人物，恐怕也是无能为力。楚风，我们已经进入了卧龙武宗，进入卧龙武宗，若想离开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何况其实我们也不必离开，因为卧龙武宗很好，尤其是有我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当初在大千上界，你曾经保护过我，现在换我来保护你。你放心，只要有我宋喜肉吃，就绝对不会给你汤喝。刚好3天后有一场代表北玄院的历练，你就与我一同去吧。这次的名额只有20个，其实名额已经定好了，不过我如今在长老那里还说得上话，我要改名额也是小事一件。宋喜对楚风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有着毫不掩饰的得意。既然名额已经定好，我就不去了吧。楚风说道。不，你一定要去，你不用担心别的，我宋喜开口，他们不敢有异议。这件事说定了，你必须去，反正名额我给你留下了，你就算不去，我也不会给别人。宋喜对楚风说道。那这是什么样的历练？其他3院也会参与吗？楚风问道。当然是有好处的历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其他3院的确也会参加，不过我们各自历练各自的，和他们不会有什么瓜葛。你放心好了，我宋喜如今在这卧龙武宗也是有些名声，莫说和其他3院没有瓜葛，就算有瓜葛，他们3院也不敢对我们如何。宋喜拍着胸脯保证道。楚风点了点头，他其实只是想更加了解这所谓的历练，并没有担心其他3院。不过楚风通过短暂的交谈，楚风也是察觉到，如今宋喜的性格比之当初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简单的说，如今的宋喜似乎有些自负，但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也能够理解。其实很多人，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当他的地位有了变化之后，他待人的方式也都会有变化，但不代表这个人就变坏了。至少宋喜对待楚风的热情，以及他邀请楚风去参加历练，都足以证明他对楚风的感情。之后，宋喜又与楚风交谈了一会，这才准备离去。只是离去之前，宋喜又忽然止步，回头看向楚风。对了，楚风，我不太希望有人了解我的过去，这里的人也都不了解我的过去。倘若有人要问，你就对他们说，关于我们的事，我宋喜不让你说就可以了。宋喜对楚风说道。你不想让他们知道，那我必然不会说的。楚风说道。对于你，我是非常信任的。好了，你刚刚进入宗门，好好休息，明日我给你准备个惊喜。宋喜笑了笑，随后便走出了楚风的府邸，而楚风也是紧随其后，亲自送宋喜离开。宋喜走的时候，那随他一同而来的人也都是随他一同离开，牌面可谓十足。看到宋喜如今的状况，楚风心中的酸楚倒也是好转了不少。虽说宋喜经历了不好的事，可就如他所说，他在这卧龙武宗还是过得挺滋润的。若是过往不提，那么现在过得好，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宋喜一行人御空而行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并且没有隐藏身影，所过之处，莫说弟子纷纷施礼，就连有的长老看到了，也会对他们打声招呼。他在这北玄院内，他们的确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宋师兄，这楚风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只是途中，宋喜身后一位有着一双黑瞳的男子却是突然询问起来。此人叫做黑曜，乃是蛟龙系的妖族，拥有着3品至尊的修为。虽然不及宋喜，但也可以说是这北玄院中除了宋喜之外最强的小辈弟子之一了。正因实力强横，在宋喜这伙人中，黑曜可以说是除了宋喜和王子嫣之外最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甚至在宋喜到来之前，黑曜便是北玄院的最强小辈弟子。楚风嘛，他乃是当年出门历练相识的一个朋友，当时也是经历了不少事。虽然我对他多有帮助，但是他也帮过我的。我与他乃是真正的患难之交，已经多年未见了。我也没有想到会在卧龙武宗内相遇，我更是没有想到他会有今日的成就，竟然踏入了1品至尊境，而且还能够利用天级血脉提升1品修为。看到他有今日成就，我也是发自内心为他高兴，毕竟当初的我们可是共历生死的。宋喜说道。宋师兄就是不一样，出门历练结识的朋友也是人中之龙啊。听到宋喜的讲述后，立刻有人拍马屁的说道。而对于这种马屁，宋喜也是笑了笑，随后看向了那黑曜。黑曜，你弟弟的伤势怎么样了？宋喜问道。宋师兄，我弟弟的伤势好转了许多，不过还未痊愈。黑曜说道。既然没有痊愈，那3天后的历练就叫他不要去了，就由楚风顶替他的位置。宋喜说道。宋师兄，我弟弟的伤势并不影响历练。黑曜赶忙解释道。影不影响，他的名额都让出来吧。我与楚风多年未见，他既然来了，那便说明我与他兄弟缘分未尽。身为兄长的我，既然有这个能力，当然要多帮一帮他。宋喜说道。宋师兄，你有这样的想法倒是能够理解，只是楚风师弟他刚刚进入北玄院，乃是彻头彻尾的新人，而此次历练乃是我北玄院最强的20名新人弟子才能参与，我怕其他弟子不服啊。那黑曜说道。不服？谁不服？你让他来找我。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今日我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宋喜似乎被黑曜的顶撞而导致心情有些不好，说完此话便加快御空速度，转眼间已是消失不见。王师妹，这楚风到底是何来头？怎么之前从未听宋师兄提起过？那黑曜凑到王子嫣身旁，靠得非常近，几乎贴到了王子嫣的身上。可王子嫣却身形一转，立刻与黑曜拉开了距离。想知道？你自己去问他呀。王子嫣瞪了黑曜一眼，便向宋喜的方向追了过去。他妈的，臭娘们！宋喜来之前整天缠着我，现在这是装作和我不熟吗？看着王子嫣那妖娆的背影，黑曜心中暗骂道。送走宋喜之后，楚风便回到了自己的府邸之中修炼。楚风修炼的自然不是增进修为，而是想办法解除那卧龙魂甲。卧龙魂甲封锁住了楚风的3魂7魄，导致楚风修为与结界之术皆是倒退。但只要将这封锁一一解除，楚风修为不仅能够恢复，还会有所增长。用那位神秘存在的说法，就是养甲。现在楚风第一个要养的乃是命魂，命魂乃人之根本。但楚风已经找到了破解之法，只要以精神力、武力、血脉3种力量，再以特定的轨迹将卧龙魂甲与命魂的链接填满，便可解除封锁。楚风刚开始小心翼翼，但是后面楚风已是轻车熟路，短短几个时辰之后，楚风就成功的将命魂与卧龙魂甲的封锁解除。这一刻，楚风不仅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回升到了2品至尊，楚风还能感觉到自己的体内比之先前也有了异样的变化，那就像是被囚禁的力量终于冲出了牢笼。楚风拿出了一块石头，那是一块测试石，能测试修武者的天赋。楚风将自己的武力融入其中，那石头立刻释放出了七彩斑斓的光华，这是这块测试石所能呈现的最高级别的天赋。果然，天赋已经恢复了，剩下的就是修为的回升了。做过这个测试之后，楚风又尝试打开界灵大门，只是可惜界灵大门依旧无法打开，并且楚风的结界之术依旧停留在龙变一中。不过楚风觉得这养甲其实比自己想的简单，虽然后面会越来越难，但楚风觉得也许要不了多久，他的修为就能恢复，并且实力也会提升。此一时，楚风似乎明白了那神秘存在的话。那神秘存在告诉楚风，其实楚风想救紫菱，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将卧龙魂甲解开，楚风就能够救出紫菱。神秘存在之所以这样说，想必就是他已经知道，楚风若是能够将卧龙魂甲彻底加开，楚风的修为必会提升。而楚风若是没有猜错，这卧龙魂甲能够让他的修为提升到一个可以傲视卧龙武宗众弟子的地步。如若不然，那神秘存在也不会那样说。楚风收起了测试石，再度盘膝而坐。虽然命魂解除了，修为也恢复到了2品至尊，但是楚风却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接下来他要解除一破天冲，也是人之根本。若想将它解除，也需要精神力、武力以及血脉一同施展，但却要以新的轨迹。简单的说，3魂7魄都被上了锁，楚风只要用自己的精神力、武力以及血脉之力打造成钥匙，才能将这锁打开。只是这锁头是不同的锁，钥匙也需要不同的钥匙。楚风接下来就是要找到破解这一破天冲的轨迹，只要找到了，楚风要不了多久就能够将其破解。只是一番寻找楚风却也是没有丝毫的头绪，这让楚风的信心遭到了一些打击。刚刚还觉得养甲很容易的他，忽然意识到似乎也没有那么容易，至少按照寻找解开命魂的方式来寻找一破的轨迹是行不通的。楚风必须换一种方式才行。楚风师弟，你在吗？就在楚风冥思苦想之际，一道呼唤在楚风的门外响起。他怎么来了？不用打开店门，楚风也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此时天已经亮了，而站在店门外的乃是宋喜的伴侣王子嫣。虽然楚风与王子嫣不熟，但王子嫣毕竟是宋喜的伴侣，楚风对他也自然不能怠慢，于是赶忙起身打开了店门。嫂子，有事吗？楚风问道。楚风师弟，
宋师兄叫你过去。王子嫣说道。现在吗？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他正在想办法寻找一破的诡计。若无要紧事，他本不想离开。宋师兄说，你昨日来的突然，没有为你接风洗尘，于是今日特地摆下了宴席，专门为你接风洗尘。现在宴席已是备好，就只差你这个主角了。王子嫣说道。宋喜真是费心了。其实吃饭喝酒这种事绝对不是要紧事，但楚风忽然想起，昨天宋喜离开时还特意对楚风说，今日为楚风准备了惊喜，那惊喜想必就是这个宴席。楚风与宋喜的确许久未见，宋喜又是一番好意，楚风实在不好拒绝，于是楚风便与王子嫣一同前往到了宋喜的住所。宋喜乃是如今北玄院小辈弟子之中最强的一位，所以他在北玄院的地位也是非同一般。他的府邸宛如一个小型国度一般，非常之大，山川湖泊应有尽有。而这次的宴席则是设在一片大海之上，这海水与众不同，乃是紫色，非常之美，并且一望无际的海面会上静风平浪静，没有一丝风浪，如同镜面一般平整。海水下方有着各种特殊种类的鱼群，每一种鱼都非常的漂亮，在这上面把酒言欢，倒是非常的惬意。而宴席之地早就人满为患，几乎昨日跟宋喜一同到来的弟子全部都在。见到楚风到场，所有人都是面露笑容，起身相迎，就连那个被楚风打过的秃头也不例外。这场丰盛的宴席举办得很是顺利，楚风与宋喜相邻而坐，皆是坐在主位，二人把酒言欢，虽不聊过去，可听着宋喜畅谈未来时，看宋喜那壮志满满的模样，楚风也是发自内心的替宋喜感到高兴。曾经的宋喜是有些自卑的，可现在的他十分自信，这对于男人而言是一件好事。而在宴席之上，也会轮番有人上前为楚风敬酒。楚风能够感觉到，在这里面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自己，他们对自己客气都是因为宋喜罢了。但无论是否真心，楚风都会一一回敬。宋师兄，不好了！可就在中午之时，却有一位弟子紧张地跑了过来，发生何事了？宋喜询问之时，虽然起身，但脸上并无太大波澜。如今的他倒是颇具领袖之风，是南阙院的人，他们不仅将我北玄院的弟子驱赶出了寒霜灵铺，还打伤了我们的人。那名弟子说道。岂有此理！宋师兄，你安心陪楚风师弟，这件事我去处理。黑曜说话间便站起身来，而宋喜也是点了点头，似乎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宋喜也并未打算亲自去处理。黑曜师兄，这件事可能要宋师兄出面才行，因为南阙院的方云使以及毕晶晶也都在。那名弟子说道。他们也在。听闻此话，那黑曜则是有些犹豫了。